在《生化危机》系列中，有着许多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其中就有玩家们永远得不到的女人艾达王。只是路过都会让附近载具心惊胆战的里昂和克里斯，就连磕队友这个属性，二人也是不相上下。而在这一作中，他们不约而同的前往了位于中国的虚构城市蓝翔，应对又一场生化危机，并且里昂和克里斯这两个天煞孤星，还为了争夺艾达王不惜大打出手。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就了如今的局面？今天黄魔就来给大家继续讲述系列出场角色和故事线最多的一部作品《生化危机6》。故事的背景发生在2013年左右，距离浣熊市事件也已经过去了10几年。克里斯在阻止了威斯克集体飞升的计划以后，便担任起了 BSAA 北美分部队长，并于2012年年末率领小队成员前往位于东欧的伊东尼亚，对抗那里的叛军所使用的生物兵器。而这一次，他们所要面对的怪物是一种名为 Jevo 的新型生物兵器，具备了高度的智能和战斗力，甚至可以用变异的方式处理肉体所受到的创伤。为了鼓舞士气，克里斯发表战前动员，希望每一位队友都能生还。在听到克里斯的慷慨陈词后，作为2年半练习生的芬恩不由得痛哭流涕。这个 BSAA 传奇人物克里斯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变得越发高大。对此，克里斯最为器重的小队成员皮尔斯只是摇了摇头，便默不作声地离开了。来到前线，小队立马遭到了前方的猛烈攻势。面对能够靠着变异2次战斗的敌人，以及破坏力惊人的巨型生物兵器，克里斯始终站在队伍的最前线，不断地向前推进。很快，在他们前进的路上，遇到了此时已经成为特工的雪莉。雪莉正是2代中与里昂和克莱尔一起逃离浣熊市的小女孩。因为克里斯和克莱尔的关系，再加上克莱尔经常对雪莉提到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哥哥，他们很快便认出了互相的身份。这时皮尔斯发现雪莉的身后竟然有一名敌方的雇佣兵，雪莉连忙解释，因为特殊原因，这名雇佣兵现在受到了美国政府的保护，而这个像小混混一样的雇佣兵名叫杰克。面对危机四伏的战场，他们现在没有时间争论。克里斯接到了新的指令，前去摧毁阻止增援部队降落的高射炮。与此同时，敌人再次出动了巨型生物兵器，雪莉和杰克自然也不会坐视不管，在他们的配合下，很快便处理掉了巨型生物兵器和高射炮。随后在克里斯的帮助下，雪莉和杰克得以乘坐直升机离开战场。临走前，克里斯询问杰克他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可得到的却是杰克不屑的回答，目前还是任务要紧。在目送2人乘坐直升机离开后，克里斯率领小队进入了一处大厅之中，这里充斥着不同形态的人俑，甚至能够隐约看到其中被包裹的人类身影。很快，人俑产生了变异，并且孵化出了战斗力更加可怕的怪物。于是他们向总部汇报了这里的情况。在一间散落着注射器的房间，克里斯发现了这种导致人类变成人俑并迅速孵化成怪物的病毒，名叫 C 病毒。而这时，一身蓝衣打扮的艾达王走了出来，并声称自己是被高薪诱骗到这里的普通人。艾达甚至提到了正是一个名叫新保护伞的组织在帮助叛军作战，但克里斯并不认识艾达，对他这个突然冒出的女人警惕万分。于是克里斯让手下的练习生芬恩负责保护和盯紧艾达。就在他们离开的时候，蓝衣艾达却不见了踪影。当小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晚了。艾达启动了机关，将克里斯和小队强行隔开，并投掷了一枚装有 C 病毒的炸弹。随着其中的针头喷射而出，包括练习生在内的小队成员全部被针头击中。只是短短几秒钟的时间，队员们就在痛苦和绝望中化为了人俑。只有克里斯和他最为器重的皮尔斯幸免于难。然而芬恩却在人俑破裂后变成了怪物，向着2人冲了上来。于心不忍的克里斯未能及时开枪，导致他在练习生的攻击下头部遭到了重创。这段悲惨遭遇使得克里斯患上了创伤失忆症，并且变得极度消沉。时间很快来到了半年后，皮尔斯在东欧的一个酒吧找到了因为醉酒和人动手的克里斯。随后皮尔斯不断用曾经的回忆刺激他，克里斯也终于回想起了自己曾是 BSAA 的一员，于是便答应了皮尔斯前往蓝翔市执行任务，希望在过程中找回更多自己丧失的记忆。在克里斯到达蓝翔市后，便开始了一边镇压生物兵器的袭击，一边前往目标大厦营救被绑架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在他们成功的将人质救出后，总部也对大厦进行了轰炸。就在这时，残骸中出现的人俑让克里斯回忆起了练习生死前的样子，他失去的记忆也随之恢复，对艾达的恨意也上升到了顶点。皮尔斯告诉他，蓝衣艾达正是新保护伞的首领，并且此时他也正在蓝翔市。怀着复仇的决心，克里斯率领小队开始搜寻艾达的踪迹。前进的路上，他们意外发现了雪莉和杰克正被生物兵器包围，来不及细想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在迅速帮他们化解了危机以后，克里斯带着小队继续寻找艾达。一路上许多队友不幸丧命，但被愤怒蒙蔽了双眼的克里斯却依旧不管不顾。虽然他们找到了蓝衣艾达，但最后一名队友也被他注射了 C 病毒，并在一顿嘲讽克里斯后离去。这一行为导致克里斯被彻底激怒，不管皮尔斯如何劝导他冷静都无济于事。2人只能不管不顾的再次追了上去。途中他们遭遇了蓝衣艾达设下的各种陷阱，最后终于在一个墙角堵住了他。千钧一发之际，一个身影出现并与克里斯展开了肉搏，2人打得难分胜负，最后互相掏枪才认出了对方的身份。原来这个人正是里昂。2个生化危机系列的天煞孤星也完成了第一次碰面。里昂告诉克里斯，艾达是这场生化袭击的重要证人，真正的幕后黑手其实是美国总统辅佐官西蒙斯。但蓝衣艾达杀死克里斯队友也是事实，并且他还是新保护伞的首领。面对克里斯愤怒的质疑，里昂依旧坚定自己保护艾达的立场。谁让这个女人轻过自己呢？然而就在双方对峙的时候，蓝衣艾达却扔出了一颗闪光弹，趁这个机会迅速逃走。但因为里昂还需要追捕西蒙斯，他只能拦下克里斯，希望他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不要掺杂过多的个人感情。明白了里昂的意思，克里斯也从
从愤怒中冷静了下来，决定抓捕艾达，将他绳之以法。于是立马和皮尔斯驾驶吉普车继续向着艾达追去。他们一路上死死地咬住了艾达的屁股，不让这个女人摆脱自己。最后他们更是狂飙到了港口，径直冲到了停靠在港口的航空母舰之中。可就在航母的内部，他们发现这娘们儿竟然还有空换了一身同款的红色衣服。来不及细想，他们径直杀到了航母的高处。可在发现艾达以后，她的服装竟然又变成了蓝色。克里斯则管不了这么多，只要长得好看就行。见克里斯追了上来，蓝衣艾达再次用克里斯死去的队友试图挑衅。虽然愤怒，但克里斯还是保持着理智，只是一枪打掉了他手里的武器，奉劝他乖乖站好接受逮捕。但蓝衣艾达却说出了一个可怕的计划。此时海岸附近的航空母舰已经准备发射搭载 C 病毒的导弹，浣熊市的惨剧也将再次上演，并且这一次的规模将会是全世界。话音刚落，一架直升机突然出现，直接一枪击中了艾达的胸口，最后艾达就这样从高处跌下，重重的摔在了甲板之上。皮尔斯则在艾达留下的手提箱中发现了一只装有 C 病毒的注射器，而其中的另外2只已经不见了踪影。在明白了敌人真正的目的是对全球发动病毒袭击后，克里斯也顾不了到底是谁杀了艾达，当即带着皮尔斯坐上了战斗机，向着海上搭载 C 病毒导弹的航空母舰疾驰而去。不愧是 PSAA 传奇人物，仅凭一架战斗机就摧毁了航母上所有的防御设施，但终究还是晚了一步，导弹被成功发射，向着蓝翔市径直飞去。在飞行的途中，导弹内部的程序被一层层的启动，伴随导弹在城市的中心爆炸，大量的 C 病毒扩散开来，将城市内的居民和建筑全部覆盖。空气中充斥着携带病毒的烟雾，被感染的人类冲进了建筑物内，向着幸存的居民发动了袭击。整个蓝翔市刹那间宛如一片地狱，浣熊市的景象再次上演。而在战斗机上的克里斯与在城市内幸存下来的里昂取得了联系，两人由此展开了一段只属于天煞孤星的对话。里昂希望克里斯能够前去海底油田营救雪莉和杰克，而那个痞里痞气的雇佣兵杰克正是克里斯曾经的老对手威斯科的儿子，并且杰克身上拥有 C 病毒的抗体，是能够拯救世界的关键。闻听此言，克里斯也告诉了里昂蓝衣艾达死去的事实。得知这个消息后，里昂眼中的光似乎消失了一瞬间，但他还是在片刻失神后依旧不忘自己的使命。随即克里斯调转航线，一路抵达了雪莉和杰克所在的海上设施。他们杀进了设施的内部，并在其中成功的与2人会合，可能是唤起了心中的回忆。克里斯在杰克身上看到了威斯科的影子，甚至爽快地承认威斯科就是他所杀。听到这句话，杰克立马用枪指向克里斯。对此雪莉也表示很无奈，他爹威廉死在了克里斯妹妹克莱尔的手上，他都没说啥。克里斯只觉得杰克有向他复仇的权利，但必须在复仇后活下去，用他体内的 C 病毒抗体拯救世界。好在杰克并不像他父亲一样，他选择了暂时放下私人恩怨，一起逃出这里再说。然而就在他们的上方，一只巨大无比的茧已经成功孵化出了一头名为混沌的怪物。原来连 C 病毒导弹都只是个幌子，蓝衣艾达真正的目的是想释放这头怪物，只需要短短几天，混沌就能把病毒散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为了能够确保雪莉和杰克的安全，克里斯2人决定留下来阻挡混沌。但不幸的是，在与混沌的战斗过程中，皮尔斯为了保护克里斯，手臂被钢筋刺穿。见队长再次陷入生命危险，皮尔斯强忍痛苦，向着前方的 C 病毒缓缓地爬去。正是他在艾达手提箱里捡到的 C 病毒。皮尔斯没有犹豫，将 C 病毒全部注射进了自己的手臂之上，手臂瞬间开始变异。他努力地保持着理智，并且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保全克里斯的性命。在获得了变异所带来的强大力量下，2人终于将混沌打败。克里斯不断鼓舞即将倒下的皮尔斯，并搀扶着他来到了逃生舱外。但皮尔斯心里明白，他知道自己命不久矣。就在即将登上逃生舱的前一刻，他一把将克里斯推了进去。或许这也是他能够为队长做的最后一件事了吧。随着逃生舱的启动，海下设施中只剩下了皮尔斯孤独的身影。这时混沌却再一次向着逃生舱冲了上来，但他却忘了还有皮尔斯这个阻碍。伴随着最后一阵强大无比的电压，混沌缓缓地沉入了深海之中。最终逃出升天的克里斯手中只剩下了一枚 BSAA 的勋章。克里斯也会带着皮尔斯的意志，不再自暴自弃，而是做好充足的准备，迎接新的任务。接下来我们将时间调回克里斯在伊东尼亚执行任务那天，去看看雪莉和杰克在这期间经历了什么。在杰克协助叛军作战的期间，他和叛军都注射了蓝衣艾达提供的 C 病毒，因为其免疫体质，他能够在叛军变成怪物以后还能悠哉地吃着苹果。这时已经成为特工的雪莉找上了他，声称杰克体内的抗体是拯救世界的关键。杰克作为一名雇佣兵，觉得只要能够开出高价，他拯不拯救世界都无所谓。于是杰克与雪莉达成了5000万美金购买其血液的协议，2人暂时合作逃离战场。然而就在他们前进的路上，却遭遇到了一只名为追捕者的强大怪物，稍不留神就会被怪物残忍对待。幸运的是，他们在战场上遇到了正在执行任务的克里斯，随后他们便在克里斯的安排下登上了离开伊东尼亚的直升机。雪莉也成功的联系到了上司，上司也表示愿意接受5000万美金的价码。还没来得及高兴，追捕者再次追了上来。看来这个怪物真的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追捕者的攻击下，直升飞机彻底失控，2人只能赶在爆炸之前拿上降落伞逃离。可由于降落伞被螺旋桨撕碎，他们掉落在了雪地之上。再次醒来的时候，飞机的残骸碎片已经插入了雪莉的背部。在雪莉的恳求下，杰克只能帮他拔出了碎片。出人意料的是，雪莉的伤口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痊愈了。见到这一幕，杰克认为研究雪莉更有益于全世界。雪莉则说道自己早就被研究过了。随后他们在飞机残骸附近找回了与杰克相关的资料，并来到一间小屋中休息。屋外大雪纷飞，2个年轻人难免有些边界感，场面一度非
非常尴尬。为了缓和气氛，杰克问起了雪莉的身世。原来雪莉在2代中被父亲威廉注射了鸡病毒后，虽然靠着疫苗活了下来，但部分病毒也已经适应了他的身体，这才拥有了惊人的再生能力。就在气氛逐渐暧昧的时候，杰克却突然一把推倒了雪莉。原来是大批的敌人追了上来，看来一定还有其他人在打杰克的主意。由于战斗引发了雪崩，他们当即坐上雪地摩托，向着山下迅速逃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他们逃到雪山下的洞窟以后，追捕者又对他们展开了不死不休的追击。好不容易甩开追捕者，来到洞窟外，大批的生物兵器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导致追捕者将他们打翻在地。而蓝衣艾达也在此时走了出来，并且对杰克说出了他正是威斯科的儿子。在此之前，杰克以为他的父亲只是一个抛弃妻子的小流氓而已。一转眼，时间来到了半年后，也就是克里斯前往蓝翔市执行任务的当天。此时的杰克和雪莉正位于蓝翔市的实验室中，新保护伞公司一直在对他们进行研究。终于在这一天，杰克找到了逃脱机会，二人相继逃到了换衣间，准备拿回自己的衣物。这一下，年轻人的边界感被打破了。在换衣服的时候，杰克忍不住瞅了一眼，确认了一下雪莉身上的伤势真的痊愈了。在这半年的时间里，杰克通过工作人员的口中得知了父亲的光荣事迹，他也将自己变成如今这副模样归结到了父亲的身上。但雪莉只觉得现在的杰克需要找到自己活着的信念。拿回武器后，二人向着实验室外杀了出去，并与总部取得了联系。在确定了集合地点后，他们一路向着蓝翔市的中心赶去。不过途中他们还是因为敌人的阻挠导致翻车，好在他们碰上了正在追击蓝衣艾达的克里斯。在克里斯的帮助下，二人成功脱险，并在这里遇见了刚刚到达蓝翔市的里昂。在得知了雪莉已经成为特工，并且正在执行任务，里昂表示很欣慰。但就在里昂说出自己正在追捕总统辅佐官西蒙斯以后，雪莉顿时惊讶不已，因为这个西蒙斯正是他的顶头上司，也是西蒙斯下令让雪莉将杰克带回去的。听到这个消息的里昂情绪有些激动，但杰克却一把推开了里昂，眼中充满了杀意。雪莉见状当即解释了里昂和他的关系，杰克也意识到原来是岳父大人，那没事了。就在此时，追捕者再次出现，并对一行人发动了偷袭。关键时刻，杰克抢在里昂之前护住了雪莉，里昂见状也露出了属于老父亲般慈祥的微笑。就在他们与追捕者的战斗中，双方再次被隔开。出于对里昂的绝对信任，雪莉还是将自己与西蒙斯会合的地点告诉了里昂。随后他们再次出发，遭遇了各种生物兵器的袭击。奇怪的是，在途中，雪莉即将遭到生命危险的时候，一抹红色的身影将她送到了杰克的怀里。这个神秘人似乎在暗中帮助他们。终于，他们来到了会合地点。可里昂和他的新搭档此时已经先一步赶到。见状，雪莉赶紧冲了出来，立马质问起了西蒙斯是否跟这次蓝翔市生化袭击有关。西蒙斯见状也说出了实情，原来美国总统打算将浣熊市事件背后的真相公之于众，以此联合世界各国共同断绝生化病毒的威胁。然而西蒙斯和其背后的家族自然不会同意，他们为了美国的长远利益以及所谓世界的安定秩序，所以害死了美国总统。里昂来此的目的也正是为了这个。既然撕破了脸，他们当即对4人发动了攻击。事已至此，雪莉便将可以阻止 C 病毒扩散的资料交给了里昂。随后里昂掩护了他们离开，但雪莉和杰克终究没能逃出敌人的包围。当二人再次醒来以后，已经身处海底油田之中。他们竭尽所能地向着设施外逃去，并遇见了在里昂的通知下前来营救二人的克里斯。之后便是克里斯留下断后，雪莉二人则继续向着前方逃去。经过了一路的相处，杰克也下定了决心，要证明自己和父亲威斯克不同。无论如何，他们也要逃出这里，只有这样才能拯救世界。然而追捕者却依旧不依不饶地追了上来，他们也决定在这里做个了断。在经过了一段惊心动魄的战斗过后，杰克以男人之间的决斗方式，狠狠的一拳将追捕者打入了岩浆之中。本以为可以就这样顺利的离开，没想到追捕者竟然再次追了上来。但这个对他们锲而不舍的怪物也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他们捡起旁边掉落的手枪，一枪把这头烦人的怪物送入了火海之中。没有了阻碍，雪莉和杰克互相依靠在一起，在他们身后升腾的火焰似乎也显得不再重要了。在二人逃出升天以后，他们采集了杰克的血液还有相关的资料， C 病毒引起的事态也逐渐落幕。而杰克也看在雪莉的面子上，将之前说好的5000万美元打了骨折，只收取了50美元作为报酬。而他也戴上了墨镜，向着远方的公路疾驰而去。接下来我们再回过头讲述里昂和艾达王的故事线，看看艾达是否真的是新保护伞的首领。时间来到克里斯到达蓝翔市的3天前，位于北大西洋的深海之中，艾达进入了一艘潜水艇内。他来此的目的正是因为那个设计杀害总统的西蒙斯，声称这里有着关于艾达的重要情报。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也不管西蒙斯这个追求者是否会对自己怎么样，便悠哉悠哉地进入了潜水艇内。通过在潜艇内的线索，艾达意外发现有人半年前曾派遣他前往伊东尼亚，确认杰克是否能够免疫 C 病毒，并协助雪莉和杰克逃出那里。但艾达却并不知道自己曾接过这个任务，甚至种种迹象表明，似乎已经有人替他完成了任务，并且在艾达准备离开的时候，西蒙斯再次联系了他，声称艾达会以新保护伞首领的身份发动一场世界规模的生化袭击。虽然艾达并不想参与此事，但他也不会任由自己成为替罪羊。于是艾达准备前往美国高象市的教堂，因为在教堂的地下正是西蒙斯的研究所。果然在2天后 ，C 病毒在高象市扩散，就连总统也遭到感染，变异成了丧尸。而作为总统保镖的里昂只能含泪将老板击毙。此时与里昂一同幸存下来的特工海莲娜声称高象市大教堂有着关于这次病毒扩散的线索。同时哈尼根也联系上了里昂，在汇报了总统的死讯并确认了海莲娜特工的身份以后，他们在哈尼根的协助下准备前往高象市调查造成这一切的幕后黑手。随后他们坐上警车一路向着教堂驶去，但没开一会儿
儿便翻车了。里昂和海莲娜只能通过下水道继续前进，漆黑的下水道难免会有些接触。海莲娜看着里昂成熟帅气的脸庞，一时间有些恍惚，好不容易缓过神，二人连忙穿过下水道，来到了宛如人间地狱的街道之上。眼前的景象让里昂不禁有种梦回浣熊市的感觉。在前进的路上，里昂引爆了加油站的汽油，救下了几名生还者。可灾难面前，人性展现的淋漓尽致。同行的一个靓仔夺走了女友手中的武器，还没逃出去多远，便投入了丧尸的怀抱。里昂只能与众人坐上前来接应的巴士，逃离这个人间地狱。在巴士上，里昂通过哈尼根得知了这起事件是新保护伞所为，并且一位高官正在迫切想要打听里昂的消息，而这名高官正是西蒙斯。奈何里昂天生做不了载具，巴士很快便再次翻车，并直接滚下了悬崖。至此，除了里昂和海莲娜，车上的生还者没有一个生还，就连里昂都忍不住吐槽，这些人逃过了感染，却没能逃过车祸。随后二人穿过一片墓地，终于进入了教堂之内，这里都是幸存的平民。里昂现在可没空照顾这些人的感受，他们很快便找到了通往地下室的入口，但不幸的是，从地下入口中出现了名为美人兽的感染者，一瞬间他身上的气孔喷射出了大量的病毒，导致了教堂内的幸存者没有一个幸存下来。无奈之下，里昂只能解决了美人兽。随即他们来到了地下的研究所内，并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写着艾达王名字的录像。里昂只觉得什么艾达王他没见过，于是当即播放了录像。在录像里的人影中，赫然出现了一个和艾达一模一样的女人。里昂也意识到了这盘录像带他没看过。二人再次前进，终于在研究所的深处发现了一个躺在那里的女人。这个人正是海莲娜的妹妹黛博拉。她让里昂前来的目的也正是为了救自己的妹妹。里昂还没有多做询问，黛博拉体内的病毒开始发作，并将她化为了人俑。这时一支弩箭射中了变异后的黛博拉，而弩箭的主人正是前来调查西蒙斯研究所的艾达王。里昂本想询问艾达究竟是怎么回事，可黛博拉此时也完成了变异，三人只能对她发动了攻击。在激烈的战斗过后，黛博拉跌入到了深渊之中，看着心爱的妹妹遭遇这种痛苦，海莲娜发誓要让西蒙斯血债血偿，因为这是西蒙斯为了不让总统说出浣熊市背后的真相，从而破坏美国主导世界的格局，所以绑架了他的妹妹黛博拉，并以此来要挟海莲娜帮助他越过总统的安保系统，这才导致了总统被病毒感染。这时汉尼根联系上了里昂，没料到西蒙斯竟然将总统被害的罪名嫁祸到了他们的身上。为了让西蒙斯付出代价，二人与艾达王分别，并一路逃出了高象市。就如同浣熊市一般，在西蒙斯的授意下，高象市也迎来了和平的一天。再次与哈尼根联系上以后，里昂得知西蒙斯已经乘坐飞机前往了蓝翔市。为了找到足够证明清白的证据，哈尼根帮忙伪造了二人死亡的消息，他们则立即向着蓝翔市赶去。而与里昂分别的艾达王则开始了继续探索研究所，并且发现了里昂之前看过的那盘录像。在看到其中的内容以后，艾达也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原来西蒙斯曾与艾达有过合作，自那之后西蒙斯就病态地爱上了他。可在浣熊市事件中，艾达不满西蒙斯使用核弹，便拉黑了西蒙斯。于是西蒙斯试图利用 C 病毒创造另一个艾达王。经过了上万次失败后，西蒙斯利用手下一个名叫卡拉的女人，并欺骗她成为了实验体。卡拉也因此变成了艾达的模样，并将自己也当成了真正的艾达王。之前克里斯看到的蓝衣艾达也正是卡拉，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深爱着西蒙斯的卡拉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艾达王的替代品而已。由于卡拉本身的记忆，再加上艾达王的身体，导致他对西蒙斯产生了强烈的恨意。于是卡拉以蓝衣艾达的身份创建了新保护伞公司，试图通过毁灭世界，毁掉西蒙斯和其家族极力维护的稳定秩序。他甚至还以西蒙斯的身份将艾达牵扯进了他所设下的局里，也就是说，一直和艾达联系的其实是卡拉。为了和蓝衣艾达做个了断，艾达王在核爆之前离开了高象市，并先里昂一步来到了蓝翔市。而在里昂这边，他和海莲娜乘坐飞机来到了蓝翔市的上空，不出意外，飞机还是出意外了，驾驶员变成了美人兽，喷薄出了大量的病毒气体。里昂当即打开飞机的货舱想要通风，最终导致了飞机彻底失控。这一幕也被已经到达蓝翔市的艾达王看在了眼里。幸运的是，飞机成功的迫降在了地上，但乘客也都遭了殃。当里昂刚下飞机的时候，也就衔接上了之前遇见雪莉以及认同准女婿的一幕，并在之后的道路上为了蓝衣艾达与克里斯大打出手。虽然此时的里昂也非常诧异艾达为什么换了衣服，但这并不妨碍他保护艾达。在与克里斯分别后，里昂成功找到了西蒙斯。与此同时，雪莉和杰克也赶了过来，西蒙斯也说出了杀死总统的事情。在掩护雪莉二人离开以后，里昂开始了继续追击西蒙斯，但西蒙斯却被人偷袭，导致他感染了 C 病毒。于是绝望的西蒙斯跌到了列车之上，里昂二人也紧随而至。原来卡拉为了报复西蒙斯，在半年之前将杰克和雪莉抓回以后，通过杰克身上的 C 病毒抗体研制出了强化的 C 病毒，因此帮助他制造出了海底油田的混沌巨兽，并额外制作了3只强化型 C 病毒，一只在克里斯与混沌的决战中被皮尔斯用掉，另一只则已经在西蒙斯体内，而最后一只会在后面讲到。被注射了强化型 C 病毒的西蒙斯也意识到了是卡拉对他的复仇，他当即开始了变异，并对里昂二人发动了攻击。而西蒙斯背后的家族见到这一幕，也将他彻底抛弃。在里昂击退西蒙斯以后，他们也收到了雪莉和杰克被抓到海底油田的消息，并看见 C 病毒导弹在蓝翔市上空爆炸。侥幸逃过一劫后，里昂通知克里斯前去救援，而他们也因此互相伤害了一波。在误以为艾达死亡后，里昂开始了逃离扩散的病毒。令他狂喜的是，艾达并没有死，甚至驾驶着直升机为他开辟前进的道路。那么艾达和卡拉之间是否做出了了断？时间就得回到艾达看见里昂迫降在蓝翔市的时候，他在寻找卡拉也就是蓝衣艾达的途中，碰巧遇见了身陷险境的雪莉，于是顺带优雅的将其救下。随后
他来到了克里斯追击蓝衣艾达的航空母舰上，并在这里亲眼看见了从高处跌下的蓝衣艾达。而狙杀蓝衣艾达的指令也正是西蒙斯所下达。见卡拉如今的下场，艾达不由得说道：“要是他想对西蒙斯复仇的话，大可不必这样极端，完全可以找自己商量。”闻听此言，卡拉睁开了双眼，看似是他临死前的挣扎，实则是他注射了强化型 C 病毒，这也是那最后的一支病毒。在听到了艾达所说的话以后，卡拉没有丝毫领情，而是更加坚定了自己就是真正的艾达王，美得出水那种。但真艾达那种优雅却永不过时。他从容地逃进了航母的内部，并在这里击杀了完全变异的卡拉。随后，艾达王乘上直升机，回到了此时已经被病毒完全侵蚀的蓝翔市，在这里遇到了逃难的里昂和海莲娜，而变异的西蒙斯也在此时追了上来。西蒙斯彻底失去了理智，化身成为一只霸王龙形态的生物兵器。在三人合力将其打倒以后，艾达驾驶直升机向着大厦顶楼飞去，里昂二人则紧随其后。就在艾达开辟顶楼停机坪的时候，意外地炸断了一支避雷针。随后，艾达将直升机停在了顶楼，并留下了一个火箭筒。而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将蓝衣艾达的痕迹全部抹除。但艾达却发现这个让他不省心的里昂，在坐电梯前往楼顶的途中，再次遭遇了西蒙斯的袭击。于是他主动出现在了西蒙斯的面前，替里昂向上攀爬争取时间。但艾达自己也不慎被击晕，里昂见状根本顾不得自身危险，直接跳上了平台，并将艾达牢牢地护在了身前，让西蒙斯好好的感受了一下什么叫真爱。当艾达再次醒来后，立即便对里昂的情敌展开了惨无人道的殴打。只见里昂再次陷入困境，艾达毫不犹豫抽出了弩箭，狠狠地插到了西蒙斯的腰子上，并带着他跌了下去。艾达则借助钩索跳到了对面的大楼之上。相聚总是短暂的，二人都有着各自的任务，他们也不得不到了分别的时候。在里昂依依不舍的目光下，艾达优雅地转身离去，一路来到了卡拉的实验室。面对这个复制品的一切，艾达扣动了手中的扳机，将实验室内的证据全部销毁。而他也接到了一个新的工作。回到里昂这边，在临别前，艾达告知里昂，在楼顶上有他为心上人准备的礼物。没有丝毫犹豫，里昂带着海莲娜来到了楼顶。西蒙斯却依旧没有彻底死亡，而是变成了一只巨大的苍蝇。面对如此巨大的怪物，里昂捡起了面前的避雷针，将它插进了苍蝇的眼中，天雷瞬间劈在他的头上。里昂得以来到了艾达为他准备的直升机面前，在将祖传火箭筒扛在肩上以后，对着变异后的西蒙斯就是最后一击。而西蒙斯也从高处向着下方跌落，最终变回人形的西蒙斯跌落在了肩背之上。随着西蒙斯和卡拉的死亡，新保护伞公司走向了灭亡。而在直升机上，艾达留下了他专用的彩妆盘，里昂在里面竟然意外发现了艾达为他留下的能够证明西蒙斯罪行的证据。他们也终于成功的逃离了蓝翔市。故事的最后，里昂靠着证据证明了自己的清白，而海莲娜帮助西蒙斯的罪行，也因为调查组经过三思熟虑后，觉得要海莲娜扛下西蒙斯的罪行是不公平的，最终他被宣判无罪。生化危机6的故事也迎来了相对完美的结局。黄魔也是没想到这一代生化危机的剧情会这么的长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点赞3连。我是修篇黄魔，咱们生化危机7再见。